Hello， 大家好，你们今天也玩原神了吗？我是最近原神长草期结束，开始在 3.5 新版本解任务和打深渊，同时干影片的旅行者。在影片开始之前，那些和本人一样玩原神国际服的，你们 3.5 最新的兑换码换了吗？还没换的，请在下面的说明栏里复制这两组兑换码，然后在下面的链接进行兑换。不知这两组兑换码是否有时间限制，还请各位观众尽快兑换。好了，今天我们来聊聊我在玩 3.5 魔神任务后时一点感想，和我个人对接下来的剧情走向猜测。毕竟在这 3.5 的魔神任务卡利贝尔中，又揭露了许多和坎瑞亚有关的内情。话不多说，咱们开始。一开始我们就接到来自凯亚的来信，他约我们在须弥的酒吧见面，顺便叙叙旧。我们都知道凯亚其实是提瓦特目前确认唯一存活的坎瑞亚后裔，在和他对话里也了解到地底王国坎瑞亚的具体地点居然就位于须弥的地底深处。好家伙，所以大慈树王虽然没有参加500年前的坎瑞亚战争，但严格来说，大慈树王主要是为了待在坎瑞亚的头顶保护世界树。然后当他聊到自己的姓氏亚尔伯里奇时，下一刻500年前的谜语人戴因斯雷布就突然插进来。好家伙，剧情刚开始就直接丢王炸，这难道是坎瑞亚人之间的史诗级会面？然后戴因下一秒直接爆料亚尔伯里奇是深渊教团创始人的姓氏。所以凯亚是深渊教团的真王子殿下，而我的哥哥只是深渊教团的接盘侠，这是怎么回事？在凯亚离开后，戴因再次谈起命运之机相关的话题，同时来到稻城林寻找线索。一间看似平凡的树屋，只有一张床、一面碎掉的镜子和一个吃药用的碗。结果刚调查完，屋外的田地就吸引了一大群怪兽前来，看来此处一定有吸引他们的事物，或者是附近的地脉出了问题。之后戴因前往调查地脉，而我们留守此地待机。派蒙在当天晚上还顺带和爷谈了谈心。第二天戴因见我心情不佳，只好和派蒙一同前去调查，而我继续睡下去。结果这一睡就出事了。刚醒来，旁边的屋子突然就有人在用了，仔细一看，居然还是个名为埃德的坎瑞亚人。不是说基本上坎瑞亚人都变成丘丘人了吗？这位埃德先生是什么来头？而且居然和戴因一样身具不死诅咒，而卡利贝尔才是他那变成丘丘人的私生子，手上还有作为记号的丝巾。我们都知道提瓦特的丘丘人基本上都是被天理下诅咒变的，那为什么又要对某些坎瑞亚人厚此薄彼，只是下了不死诅咒呢？剧情继续推进，为了帮卡利贝尔恢复神智，我们需要帮忙做药。下一刻埃德就拿出一个鲜血般的圣体菇，为了制药，埃德甚至不惜给毁灭坎瑞亚的神明下跪，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药效到位。结果卡利贝尔吃了药还是没什么反应，同时屋外的田地又在吸引魔物前来。实锤了，这里的田地明显有蹊跷。我们决定再做第二份药，来到神像前，正准备下跪，结果就看到有一只丘丘人跑了出去。我们以为是卡利贝尔，只好追了上去，然后来到一处奇特的遗迹里。话说这不是层岩巨渊的入口吗？什么时候变成深渊遗迹了？继续追上去后才发现认错丘丘人了，本以为是类似层岩遗迹的丘丘人墓地，没想到是深渊的神庙，还有一只名为命运使徒的魔物负责看门。不是冰深渊使徒吗？看他反应明显不认识作为王子血亲的眼，而且深入遗迹后发现这里的氛围和之前存在倒立神像的遗迹很像。刚才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简直是完美的生命体，令人赞叹。 What？ 请问你是自带深渊美颜滤镜吗？之后还有一个挂在空中的深渊结晶，我个人猜测是深渊的其中一个意志化身，他自称为罪人，说不定公子的师父深渊剑客斯科克就在深渊里作为狱卒看守这玩意儿。在场的除了爷，只有埃德和几个丘丘人，但只有爷能听见深渊的声音，所以这就是主角的含金量吗？之后深渊也开始当起谜语人。一段时间后，埃德再次下跪，不过这次的对象是深渊，而这次药做好后给卡利贝尔服用总算起作用了。卡利贝尔恢复神智后，埃德叮嘱他不要摘下面具。本以为皆大欢喜，埃德却明显中了邪。既然七神不帮我儿子，而深渊帮了我儿子，那我埃德就要去给深渊还愿。好家伙，这又不是元神抽卡单抽出金的还愿，这一去怕是要出事啊！也只好跟去，但在回到遗迹时什么都没有，仿佛是来这里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离开了。还愿失败，都说祸不单行，卡利贝尔再次离开了。埃德从碎掉的镜子推断卡利贝尔摘下自己的面具，话说镜子不是早就碎了吗？来到外面，结果撞见一帮巡林员。奇怪的是，这帮巡林员却没有一个人认识爷。爷的样貌不是早在拯救小草神时就曝光了吗？差点以为巡林员会和主角等人发生冲突。之后在找到卡利贝尔时，他突然摘下面具，而面具底下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头部。很显然，卡利贝尔在服药时成为了深渊意志附身的容器。爷也昏了过去，醒来后，埃德再次魔障了。埃德是我曾经的侍从的名字，我真正的名字是克洛达尔·亚尔伯里奇。
同时因为看到卡利贝尔身上的深渊力量，知道卡利贝尔已经成为命运的知己，从此决定创立深渊教团。之后还说出爷的真实身份，潘瑞亚的王子大人。不过是金发双子的另外一个人。结果爷拿起镜子后才发现，原来这段时间的经历是自己血亲几百年前经历过的记忆。总结下来，这里的地脉和田地都有问题，加上整段剧情下来，本以为是个爸爸救儿子的温馨童话，结果是深渊教团创教初始的记忆片段。醒来后，爷和戴伊来到屋子外的田地，挖掘下来发现有一男一女的尸体在里面，男的实锤是克洛达尔，而女的则是他的妻子。所以内血蘑菇生长的养分居然是……你跟我说这是12加游戏？但这样一来，卡利贝尔最后说的那句话似乎也对得上了，不单单只是自己面具下的样貌，还有他在深渊附身时知道了自己服药时使用的材料来源，从而接受不了打击黑化了。加上爷的哥哥也在直面深渊时被注意到了，说不定就是因为金发双子本身不受深渊影响的因素，所以才被选为深渊教团的接班人。而克洛达尔则是哥哥在他摆脱不死诅咒后临死前帮忙埋葬的。同时在经历任务的过程中，作为主角的爷也被深渊的意志注意到了。这一环扣一环的套路简直细思极恐。之后戴伊会继续思考罪人的真实身份，然后在下次见面再告诉爷，下次见面想必就是枫丹的故事以后了。好了，今天关于游玩原神 3.5 版本魔神任务的一点感想就说到这里。如果喜欢我这支影片，请记得点赞、关注、投币3连哦。